默契被打破，俄袭击基辅政府大楼，乌军复仇，重创俄能源经济，并计划解放克里米亚。3年半的敌后奇迹，乌克兰从俄战区救回4名特种兵。俄无人机撒钱诱导乌民众对乌军发动袭击。亚速第一军暴打俄军，相继收复红军村6块失地。俄军官哭诉被欺骗，钱和正义全无。乌军攻爆发800公斤弹头直劈莫斯科。阿塞拜疆米格29战机现身乌东暴打俄军。匈牙利诬陷乌克兰偷战机零件。普京的炮灰军团非俄籍士兵比例达 49%。精彩资讯马上开始。相信大家都知道了，俄罗斯对乌克兰各地发动了超大规模空袭，基辅的政府大楼被首次击中。看起来这段时间炼油厂接连被炸，以及26国愿意出兵援乌，让某人有点急眼了。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9月7日夜间，俄军对向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发射了810架无人机、13枚导弹。乌克兰防空部队虽然击毁了其中747架无人机、4枚导弹，但仍有33个地点被击中，另有8个地点因残骸受损。截至目前，袭击造成4人死亡，44人受伤。但最引人注意的是，俄军首次袭击了乌克兰内阁的办公大楼。从前方披露的画面看，该建筑物已发生火灾。一些消息甚至称起火点位于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的办公区域。对于此次袭击，乌克兰方面没有回避，承认大楼因无人机坠落起火。斯维里坚科总理还表示，这是自2022年俄乌战争以来基辅政府大楼的首次受损。俄军事频道则声称是导弹击中了基辅政府大楼，详细情况有待进一步披露。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俄乌战争升级的一大标志性事件。此前，俄军虽无差别攻击乌克兰目标，但唯独没有袭击决策机构。如今，俄罗斯首先打破默契，似乎是真的着急了。在火力军看来，俄军突然袭击乌克兰内阁大楼，目的在于警告、威胁乌克兰的决策者们，但乌克兰是不会轻易妥协的。如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大方公布了内阁大楼的受损照片，并现场向欧洲盟友喊话，呼吁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和弹药，并加大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切断俄罗斯的资源来源。这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首次发生此类事件。那乌克兰和其盟友接下来会怎么办？首先是乌克兰会发动新一轮复仇行动。实际上，几乎就在同一时刻，乌军的无人机也打向了俄罗斯境内，不过针对的只是战略能源设施。据乌总参谋部确认，9月7日夜间，乌军发射了数百架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布良斯克、克拉斯达诺尔、卡卢加等11个地区，其中布良斯克的巴恩加油站遭袭击，该管道年输送能力1050万吨，主要将白俄罗斯炼油厂的石油产品输送回俄罗斯，如今被迫中断运输。与此同时，克拉斯达诺尔的伊尔斯基炼油厂也再度遭到袭击。从目击者拍摄的视频看，油厂在夜间燃起了熊熊大火。NASA 的火灾卫星图确认了至少3个起火点，详细的损失还有待后续披露。不知道这次是不是无人机的残骸引发了大火。据统计，在刚刚过去的8月，由于乌军袭击，俄罗斯7大炼油厂中有5个彻底关闭或部分停止工作， 24.2% 的炼油产能被摧毁。俄罗斯部分地区陷入油荒。加上彭博社报道，欧佩克达成原则性决定，将在10月份增加石油产量，预计将批准每天增加137000桶的产量。俄罗斯能源经济将进一步遭受重创。而在战场前线，乌军也在针对俄能源设施进行打击。如在阿泰什游击队的配合下，乌军袭击了俄军在卢甘斯克的一个关键燃料库。据悉，该燃料库主要负责供应俄军第41集团军和第20合成集团军的燃料需求。但因袭击，该设施到现在都还在燃烧，极大影响了前线俄军作战。值得注意的是，除能源设施外，乌克兰准备对克里米亚动手了。据图片报报道，乌克兰空军公开表示，很快就能看见战机飞越克里米亚上空的场面，届时乌军将使用国产和北约战机直接攻击俄军的地面目标，克里米亚或将成为新的焦点战场。其实，乌军动用战机袭击克里米亚，火力军并不感到意外。首先，如今的乌克兰空军能力优秀，其能飞到俄境内发起轰炸，自然也能飞入克里米亚。其次，自俄乌战争开始后，作为俄军后勤大本营的克里米亚已经在持续的打击下渐渐失去了原本的战略价值，现在它更多是一种象征性的存在，就像那座被炸了多次的科赤大桥一样。乌军发起行动是为了将国际的关注目光重新拉回这块俄战区，最后也是再次亮明自己的立场，即无论是克里米亚还是乌东四周，他们都不会放弃。接下来再来看看前线陆地战场，不过在此之前，火力军先插播一条快讯。
据 ABC 新闻报道，乌克兰海军的扬格利侦察部队潜入前线的俄战区发起行动，成功救回了4名士兵，其中包括1名海军陆战队员和3名乌克兰国民警卫队士兵。据悉，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这4名乌军士兵因失联重伤，一直躲藏在俄军的医院中。幸运的是，他们得到了1名医生的救治和掩护，得以躲过俄军的搜捕。所以此次扬格利小队的营救行动还救回了这名医护人员。现在他们都安全抵达乌克兰境内，这也再次凸显了乌克兰特种部队的渗透能力。无论是俄战区还是俄本土，都经常出现他们的身影。战场前线，乌克兰军事情报局9月6日对外通报，由于无法在战场上取得优势，以梅德韦杰夫为首的克里姆林宫主战派提出了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打败乌克兰的战略主张。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俄军开始利用无人机撒钱诱导乌克兰民众对乌克兰军队发动袭击。炮撒的纸币主要是面值为100格里夫纳的乌克兰现钞，但乌克兰民众并未响应，绝大多数人捡到钱都交了上去。乌克兰情报局也在通报中极力嘲讽了这一计划的荒谬和愚蠢，称其反映了俄罗斯领导层的绝望和与现实完全脱节，认为这种 palliative 的挑衅手段注定失败。至于战况、宋维方向，俄军似乎陷入了一种谎言的死循环。如一些俄军部队损伤惨重，没有完成任务，但却谎称取得了进展，他们的上级指挥官信以为真，便继续指派更为艰难的任务。这些部队自然是完成不了，只能继续谎报，然后陷入循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希尔斯基也侧面证实称，8月份乌军在2个方向上收复的领土比失去的多出5倍，而这2个方向之一便有苏梅。南曼方向，俄军即将抵达德罗比谢夫北侧边缘，离北顿河已不到6公里。与此同时，另一路俄军正试图穿过桑德里霍洛夫向莱曼推进，乌军正在尽可能阻止俄军行动。红军村方向，除此前提到的俄第155旅外，第40陆战旅也开始从苏梅赶往红军村，准备发起新攻势。显然，乌军在红军村的反攻已经策应了其他战线的行动。ABC 新闻援引乌总参谋部的报告称，在过去的1个月内，他们在多部罗皮利亚突出部成功发起反攻并合围俄军，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就是乌克兰亚速第1军。报告显示，该军自接管突出部的指挥权以来，就接连收复了6个定居点，分别为梅塞莱、赫鲁兹克、卢比日内、诺沃沃吉安内、彼得里夫卡和佐洛季科洛迪亚茨。同时，俄军在这里的损失超过了3500人和大量重量级装备，这也迫使他们紧急向红军村一带驰援。一位名叫安德烈的俄军空降兵军官表示，他的排几乎全军覆没，自己也受了伤，生活困难，但国家答应给予我的支持和大笔报酬却没有实现，什么都没得到。他说，我只看到冷漠和官僚主义，为什么诚实执行命令的军人得不到善终？他呼喊正义在哪里？其实早有迹象表明，俄军目前已经出现了财政困难，导致合同兵的招募变得困难。如此前就有媒体根据俄罗斯公布的财政支出，计算出了第2季度只征召了 3.8 万名的合同兵，比24年缩减了2倍多。此外，一些情报也证实了俄军开始陷入了步兵缺乏的困境。因此，即便俄军喊着要集结精锐，继续进攻红军村，但能表现出多少战力，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关于俄军征兵难，火力军稍后会详细报道。南部扎波罗热战场这2天同样激战正酣，乌克兰空军和火箭炮兵连番使用制导炸弹和火箭弹，对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俄军阵地、临时部署基地、战地指挥部和其他高价值军事装备遭到轰炸，遭受不小的损失。如6日下午，乌军第218突击团在空中火力的支持下袭击了当地的俄军指挥部。航拍画面显示，俄军阵地随即燃起大火，指挥部的建筑也被击毁坍塌。而俄军方面，早前1天，俄军对扎波罗热的乌克兰控制区发动炮击，导致多个基础设施被击中。截至目前，受伤人数已增至15人。乌军上述行动显然是对俄军袭击的有效回应。第聂伯罗方向，俄军又重新发动偷袭的趋势，正试图部署无人机阵地，但这被乌克兰的侦察小组发现。紧接着就是一连串 FPV 无人机的猛烈打击。现场画面显示，俄军阵地的上空已被浓厚的黑烟覆盖，同时不断传出剧烈的爆炸声，闪烁出耀眼的火球。战场之外，欧洲对俄军袭击基辅政府大楼的行为进行了强烈的谴责。欧盟主席冯德莱恩称，俄罗斯再次嘲弄了外交，蔑视了国际法，滥杀无辜。法国总统马克龙也称，俄罗斯正越来越深地陷入战争和恐怖逻辑。捷克外长扬利帕夫斯基以及欧盟驻乌克兰大使卡特琳娜·马瑟诺娃等人呼吁，必须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援助，让俄罗斯停止恐怖活动。爱沙尼亚议员米克尔森更是支持乌克兰将俄境内所有政府建筑作为合法打击目标。波兰总理图斯克也直言不讳表示，美国和欧洲拥有迫使俄罗斯停止的手段，但现在唯一的问题是，美欧敢于使用它们吗？
这段时间以来，欧洲的资源联盟有了关键性的突破，有26个国家愿意在战后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不过现在看来，停战还是遥遥无期。所以客观来说，安全保障自然不可或缺，但当下最重要的还是为基辅提供足够的军援。毕竟远程导弹终究比一纸和书来得管用。首先是自我提升方向，不久前，制造火烈鸟导弹的 Firepoint 公司再次宣布将研发新型的弹道导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FP7 和 FP9 系列，外加更多的防空系统。据悉 ，FP7 导弹被设计用于中程目标作战，最大射程可达200公里，最高时速1500米每秒，飞行时间不超过250秒，配备150公斤战斗部，原概率误差据称为14米。该导弹采用地面平台发射，旨在提供快速战术打击选择。而 FP9 则被定位为战略打击系统，对外宣称射程855公里，速度2200米每秒，最大飞行速度70公里，搭载800公斤战斗部，并声称精度达20米，可用于打击指挥中心和后勤基础设施等纵深目标，甚至能完全覆盖莫斯科地区。如今，火烈鸟的实战打击效果已得到验证，现在基辅正在推出更多的国产远程导弹，这表明基辅正试图在外援减少的背景下，构建从战术到战略级别的全方位打击体系，并将本土生产列为优先事项。另据 NBC 新闻披露，美国和基辅正在就一项价值1000亿美元的协议进行谈判。白宫希望获得乌克兰的无人机系统和战场经验，而换取基辅购买美国武器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白宫提到的是购买而不是援助，这样的话，乌克兰就有武器的挑选权。资金方面，欧洲会提供，还有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做抵押。现在就看美国敢不敢向乌克兰出售更先进、更有用的装备了。另一方面，有报道表示，阿塞拜疆的米格29现身乌东，并向俄军地面部队投掷了 GBU 精确制导炸弹。难道阿塞拜疆参战了？截至目前，并没有阿塞拜疆政府官方直接承认军援乌克兰的说法。不过，阿塞拜疆米格29参战的事可能是真的。首先是动机，俄罗斯和阿塞拜疆的矛盾近1个月呈指数增长，俄军对敖德萨油厂的持续袭击，更是完全点燃了阿塞拜疆的怒火。其完全有理由帮助乌克兰。此前，其也宣称，若是俄军继续袭击，不排除军事援助乌克兰的可能。其次，阿塞拜疆米格29并非首次出现在战场。2024年9月份，社交媒体就曾流传一张涂有阿塞拜疆空军迷彩，但同时带有乌克兰空军徽章的米格29战机，在乌克兰上空执行任务，并向俄军地面目标投掷 ASM 精确制导炸弹。最后，米格29可能并非战后援助。要知道，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前，就至少有3架阿塞拜疆空军的米格29正在乌克兰利沃夫的飞机修理厂进行维修和现代化改装。战争爆发后，这些飞机无法按时返回阿塞拜疆，加上俄阿关系，当时因俄罗斯击落阿塞拜疆民航客机等事件而紧张，阿塞拜疆借此表达不满也在情理之中。据 NextA 新闻披露，目前匈牙利正对8架米格29的关键部件的失踪展开调查。这些部件包括控制飞机定位和武器系统的电子设备。匈牙利媒体声称，曾有不明身份的人士驾车闯入空军基地，当时机场内约有20架前苏联时期的米格29战机。因此，一些匈牙利的情报人士就称这些部件最终流向了基辅。乌克兰方面则予以否认。实际上，如今他们已得到数十架的 F-16，外加法国的幻象战机，而乌克兰本国的米格29也经过了北约的升级改造，很难想象他们会冒着风险去偷什么匈牙利的战机零件。此外，匈牙利还曾威胁要切断乌克兰的民用电力系统，不过一旦他们这么做，将会遭到欧盟更严厉的施压。如今的匈牙利已成为欧盟唯一反对援乌制俄策略的成员，因为不久前同样亲俄的斯洛伐克总理菲科在和泽连斯基会晤后表示，将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但是匈牙利上述的诬陷很明显能看出其还是不愿妥协，仍然在找乌克兰的麻烦，尽管作用不大，但给欧洲的观感很不好。不久前，德国也明确表示他反对乌克兰的立场，以对柏林构成安全威胁。德国甚至计划冻结匈牙利430亿欧元的欧盟资金，并考虑推动剥夺对方的投票权。如今又少了斯洛伐克的阻拦，欧盟今后在许多议案上都可以更加容易地绕开匈牙利，直接强推。就像欧盟就发表的对俄联合谴责声明，就已没有了匈牙利的参与。总之，如今欧洲和俄罗斯的对立日深，欧尔班必须做出抉择了，是待在欧盟还是拥抱莫斯科。尽管俄军当下在乌克兰战场的总兵力超过70万人，但依然捉襟见肘。由于缺乏足够兵源，其征兵越来越困难。甚至有消息称，俄罗斯各地的征兵部门都已经把手伸向了留学生、流浪汉、无家可归者、退休老人以及患绝症的特定人群。相关消息显示，俄罗斯的警察和征兵工作人员隔三差五就会突击搜查废弃建筑及底层民众的聚集场所，
但凡受检查者表现出一丝兴趣，立即就会被要求签署军队服役合同。当然，这些征兵人员会在签合同前发放香烟、酒类，并用全新装备、高薪待遇、福利保障和女性尊重为噱头，引诱潜在的应征者。一旦签约者就会被送往训练中心接受几天简单训练，然后被派去前线。而这些人被视为一次性步兵，也就是炮灰，作用是引诱乌军开火暴露火力点，方便俄军炮兵计算诸元。乌克兰战俘协调总部6月份也发布通告称，目前已有10万个俄罗斯家庭联系了该组织，试图寻找战场失踪的家人。仅5月份，该组织就收到了12320份申请。数据显示，俄军失踪人员远高于官方通报，其中红军村奉献的失踪人员最多，为8801人。失踪者最多的单位是俄军第15独立摩步旅，共有2277人失踪。此外，《每日电讯报》还报道称，俄政府还在非洲大量发布虚假征兵广告，高薪诱惑非洲人前往俄罗斯。据乌克兰战俘协调总部的数据显示，乌军7月份俘获的俄军中，49%属于非俄罗斯人。2022年这个比例仅为1%，2023年为9%，2024年42%，今年飙升至49%。开源情报显示，目前共有16894名外国人与俄罗斯国防部签订了合同，其中至少有1000人来自非洲，5000人来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据美媒杜莎和 BBC 俄语频道通过联合调查也证实了这种情况，并称这些外国人很多是从俄罗斯监狱招募的。这些人被训练1周就送到战场，根本不具备战场生存和自我保护能力。一些俄罗斯宣传员也承认前线俄军素质堪忧。如亲克里姆林宫记者、军事博主卡沙瓦罗娃就报道称，俄军正在将患病士兵组成特殊部队，向乌军发起进攻或坚守防线。很多俄罗斯人为了赚钱签合同伪造健康证明，试问这样的部队如何能获得胜利？据国防快递消息，乌克兰阿尔泰尔科技公司在波兰举行的国际防务产业展上，首度展示了名为 TOR 的无人机系统。该系统以 FPV 防空型无人机为搭载武器，不仅携带日间和热成像摄像机，还具有常规无人侦察功能。作为无人机母舰 ，TOR 本身就是一个讯号中继站，可以在飞抵目标上方后再进行 FPV 无人机的部署。这就意味着 FPV 无人机的续航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足以在使用较小电池的前提下携带更重的弹头，无论是打击的深度还是战术的灵活度都有了质的变化。将小型无人机作用于大型无人机的母舰，逐渐成为无人机开发的新趋势。然而，将防空型 FPV 应用在母舰上，却仍是极为罕见的技术，这也是 TOR 引起高度瞩目的原因。报道还称 ，TOR 母舰具备高度与速度的双重优势，飞抵2000米的高空后，再以150公里的时速向地面目标释放 FPV 无人机。同时 ，FPV 更小、更快、更轻的设计，有了追击空中目标的功能。目前，阿尔泰尔科技公司一共推出了2种 TOR 无人机动力版本，分别满足不同的作战需求。首先是电动版本，该版 TOR 航程为150公里，时速72公里，最大起飞重量26公斤，震动与噪音极小，隐蔽作战时足以轻松躲避系统侦测。其次是内燃机版本，这个版本的 TOR 无人机在航程与巡航时速上得到了全面的提升，不仅航程为400公里，时速也达到了150公里，最大起飞重量为28公斤。但缺点显而易见，它的震动与噪音较大，通常在处理远距和载重任务时才比较有优势。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你支持乌军打击俄政府大楼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